我和闺蜜明明一起中了5000万的彩票大奖，可她只甩给我500万，就再也不提平分的事。她拿着剩下的巨额奖金，悄无声息地打造了一座固若金汤的顶级避难所，里面水电物资一应俱全，奢华的像座末世堡垒。而我只能蜗居在郊外荒山的山洞里，靠着囤下的物资勉强苟活。谁也没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极寒灾难席卷了整个世界。他那座极尽张扬的避难所成了人人觊觎的目标，很快就被哄抢的人群攻破。反倒是我这个不起眼的山洞，靠着隐蔽的地势，还有那冬暖夏凉的天然属性，成了这场末日里最安稳的避风港。念念，快醒醒，我们真的中了5000万！熟悉的声音在耳边炸响，我猛地睁开眼，是熟悉的合租公寓。林薇拿着彩票看着我，脸上挂着难以抑制的笑容。我重生了，回到了彩票中奖的那天，距离全球极寒降临还有整整1个月。念念，我跟你说，这笔钱咱们得规划好，不能乱花。他的声音和上一世一模一样，温柔的能滴出水来，可我眼前却不断闪过他为了活命将我推向丧尸时的狠力。我强压下翻涌的恨意，扯出一个勉强的笑。都听你的。林薇坐在我对面，推过来一张银行卡。念念，先给你转500万，剩下的钱我拿去做个短期投资，等回款了咱们再分，到时候肯定比现在多。我接过那张银行卡，内心一阵冰凉，可已经没有挣下去的必要。当务之急是抓紧囤货。当天下午，我驱车直奔城郊的深山，那里藏着一个上一世我偶然发现的天然山洞。山洞位于半山腰的密林深处，入口被茂密的灌木丛和岩石遮挡，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停下车，拿着铁锹拨开灌木丛，露出洞口。洞口不算大，只能容1个人弯腰进入，但内部空间却十分宽敞，呈不规则的扇形，最深处有10几米。我走进山洞，指尖触碰到洞壁，冰凉坚硬的触感让我瞬间安心。这里隔音效果极好，外面的丧尸嘶吼声几乎听不见。洞壁厚实，哪怕是零下100度的极寒，内部温度也能维持在0度以上。更重要的是，它避开了丧尸聚集的路线，而且距离市区足够远，不会被轻易发现。林薇，这一世我们走着瞧。我靠在洞壁上，眼底闪过一丝冷光。我放弃那4500万，放弃所谓的高端避难所，只求在这冰封末世里能保住自己的命，亲手了结上一世的恩怨。回到市区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隐蔽的快捷酒店住下，连夜制定了物资采购清单。500万看似不少，但要支撑我在山洞里独自生活3年，还要应对极寒病毒和丧尸3重危机，必须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清单分为5大类，抗寒物资是重中之重，20件羽绒服，50套保暖内衣，200片暖宝宝，还有10吨煤炭和5桶柴油。考虑到山洞的密封性，我还得买足够的保温棉和防水布，用来铺垫洞壁和遮盖物资。食品方面准备了300斤压缩饼干，500斤肉类罐头，脱水蔬菜是主力，还要搭配高热量的巧克力、牛肉干，以及足够的饮用水和净水片。医疗物资必须优先囤积抗病毒药剂和上一世唯一能暂缓病毒扩散的抗生素，再搭配绷带、消毒水、退烧药等常用药品。武器方面，枪械太吵，容易吸引丧尸，消防斧、弩箭和匕首是最佳选择，既实用又安静。最后是工具类，电钻、扳手、铁丝、绳索必不可少，用来加固山洞和改造内部结构。第二天一早，为了掩人耳目，我通过网上渠道联系了10几个小型批发商，每个商家只采购少量物资，避免引起怀疑。抗寒物资我找了3家户外用品店，分别买了20件羽绒服、50套保暖内衣、200片暖宝宝，还有10吨煤炭和5桶柴油。食品方面，我联系了2家干货批发商和1家罐头厂，分批订购了足够吃3年的压缩饼干、肉类和水果罐头，以及脱水蔬菜和巧克力。医疗物资最难买，尤其是抗生素，我托朋友找了好几家药店，才凑齐了足够的药量，又额外买了几箱绷带和消毒水。武器则是在网上找了1家消防器材店，买了2把消防斧和10把匕首，弩箭则通过特殊渠道订购，约定3天后取货。采购过程中，我特意避开了林薇可能接触到的渠道，同时利用重生记忆，提前囤积了即将涨价的物资，把这些物资全部订好，分批次运到深山脚下的废弃仓库，再趁着深夜用提前租来的皮卡分批运进山洞。第一次夜间运输时已经是凌晨2点，深山里一片漆黑，只有汽车的远光灯照亮前方的路。好不容易到达山洞入口，却在卸物资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汽车引擎声，我心里一紧，这3更半夜的，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来？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迅速地躲到岩石后面观察。片刻后，一辆崭新的越野车缓缓停下，林薇坐在驾驶位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男人。我猛地一惊，林薇，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林薇从车上下来，看见我堆在洞口的煤炭和保温棉，忍不住笑出了声。苏念，你就指望这些破烂玩意儿对付极寒啊？我浑身一僵，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备战极寒？林薇抱着手臂走近，一脸傲娇。别躲了，念念。从一开始你说回老家，我就察觉到不对劲了，于是雇人调查跟踪，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攥紧了拳头，强压下心头的怒火，从岩石后走出来。你来这里做什么？林薇指了指一旁的陌生男人。这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设计师，即将为我打造一所顶级的避难所。他顿了顿，眼神轻蔑地扫过我的山洞入口。不像你，守着这么个破山洞，到时候极寒一来，怕是冻成冰雕都没人知道。要不这样，等末世真的来了，我可怜可怜你，让你住我避难所的杂物间。不用了，我垂下眼睑，掩去眼底的冷笑。我这人命贱，住不惯那么好的地方，守着这些东西就够了。林薇见我不识抬举，脸上的笑容淡了些。随便你吧，到时候别来求我。说完，他便驾驶着越野车离开了。烟尘弥漫，我看着逐渐消失的尾灯，眼神阴冷。等末世来临，他那座高调的避难所只会成为丧尸聚集的目标，而我这里会是他求而不得的安全屋。随后，我加快了卸物资的速度，将煤炭和保温棉搬进山洞，又用树枝或泥土将洞口伪装好。回到市区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工具供应商，买了电钻、扳手、铁丝等工具，还额外订了一块厚度为10厘米的钢板，用来加固山洞入口。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在市区和深山之间往返。林薇每天都在社交平台炫耀，一会儿发重金打造的安全堡垒，一会儿发末世必备奢华配置，吸引了一群狐朋狗友围着他转。他甚至还特意给我发了几张避难所的设计图。我看着设计图上奢华的装修和暴露的位置，心里只觉得可笑。他根本不知道，人群聚集只会加速病毒传播，到时候他的避难所只会变成自相残杀的炼狱。我敷衍地回复了一句挺好的，就关掉了手机。我先用铁锹清理了山洞内部的碎石和杂草，然后用电钻在洞壁上打孔，用铁丝固定好保温棉，再铺上防水布，防止洞壁渗水。入口处我用钢板封锁后，又覆盖了厚厚的泥土和植被，确保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内部我搭建了分层储物架，将食品、医疗物资、武器分别归类存放，又在山洞中间搭建了休息区和取暖区，预留了通风口，并安装了过滤网，这是抵御病毒气溶胶的关键。同时，我还在山洞角落挖掘了简易排水沟，防止极寒天气下积水结冰，影响物资存放。改造过程中，全球出现了零星的极端降温预警，气温也降到了-10度。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咬着牙赶工，好几次因为体力不支险些晕倒，手上也磨出了密密麻麻的血泡，但我不敢停。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每多改造1分，我活下去的希望就大1分。重生后的第20天，市区的气温突然降至-50度，新闻里开始报道不明病毒引发发热昏迷病例。虽然官方极力安抚民众，说病毒可防可控，但我心里清楚，病毒已经开始扩散了。我加快了山洞改造的进度，将最后一批医疗物资和武器搬到随手可及的位置，又检查了一遍通风过滤系统和取暖设备，确保一切正常。而林薇却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避难所娱乐室的照片，配文就算末世来临，也要享受生活。他甚至还打电话给我，假意关心。念念，你那边冷不冷啊？要不要我给你寄几件羽绒服？我这边物资多的是。不用了，我这边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语气平淡地说，你也注意安全，最近新闻里的病毒好像挺严重的。嘿，那有什么？林薇不以为意地说，官方都说了能控制住，再说我避难所里有消毒设备，肯定没事。对了，我避难所快建好了，到时候给你发邀请，让你过来开开眼界。我懒得跟他废话，随便应付了几句就挂了电话。挂完电话，我拿起消防斧，准备去市区采购最后一批柴油，这是维持取暖器运转的关键物资。为了避开人群和可能出现的感染者，我选择了一家位于城郊的废弃仓库。到达仓库时，天色已经擦黑，仓库里一片昏暗，只有几盏应急灯亮着微弱的光。老板早已在仓库门口等我，看到我来了，连忙递过来钥匙。苏小姐，柴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在里面的货架后面，你自己搬吧。我接过钥匙，走进仓库。仓库很大，货架上堆满了各种杂物，柴油桶整齐地堆放在最里面的角落。我刚搬起一桶柴油，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奇怪的嘶吼声，那声音不像人，也不像动物，嘶哑又尖锐，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我心里一紧，猛地转过身，一个穿着仓库管理员制服的男人，他的皮肤呈现出不正常的青紫色，眼睛浑浊，嘴角流着黑红色的液体，四肢僵硬地向我扑来。我下意识地躲开，丧尸扑了个空，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迅速爬起来，动作比我想象中更迅猛，指尖还凝结着冰冷，显然已经适应了低温环境。我握紧手里的消防斧，心脏狂跳不止。丧尸再次向我扑来，我矮身躲过他的致命一爪，
锋利的冰冷划过我的羽绒服袖口，留下一道深深的划痕。我趁机绕到他身后，双手举起消防斧，狠狠劈进他的头颅。黑红色的血液喷溅而出，落在我的防寒靴上，瞬间冻成坚硬的冰壳。丧尸抽搐了几下，便再也不动了。我喘着粗气，看着地上的尸体，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我不敢多做停留，迅速搬起柴油桶往仓库外跑。刚跑到门口，就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几辆警车封锁了路口，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疏散人群。我心里一慌，知道这里很快就会被封锁，连忙绕到仓库后面的小路，开车往深山方向赶。夜色越来越浓，气温也越来越低，路上的积雪越来越厚。就在快要到达山洞时，我突然发现车后有一辆黑色轿车一直跟着我。我心里一沉，放慢车速，通过后视镜看清了车上的人，是林威派来的。他果然还是不信任我，派人来跟踪我，想必是想打探我的物资储备，甚至想在末世来临前抢夺我的物资。我冷笑一声，加快车速，将车开到山洞附近的一片碎石堆旁，停车，拿起放在副驾驶上的弩箭，躲到岩石后面。黑色轿车很快就跟了上来，停在不远处。两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手电筒四处张望，嘴里还念叨着：林小姐说苏念就在这附近，怎么没看到人？肯定是藏起来了，找找看，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我屏住呼吸，瞄准其中一个男人的脚边，扣动扳机，弩箭带着风声射过去，落在男人脚边的岩石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两个男人吓得脸色惨白，连忙掏出手枪，警惕地环顾四周。谁在那里？出来！其中一个男人喊道。我没有说话，而是将之前杀死丧尸时沾了血的布条扔了出去，布条落在地上，黑红色的血迹在月光下格外显眼，散发着淡淡的腥臭味。两个男人闻到气味，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是丧尸的血。另一个男人声音颤抖地说：这里有丧尸，我们快走吧。两人再也不敢停留，慌忙跑回车里，发动汽车，狼狈地逃离了。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提高了警惕。林威已经开始对我下手了，我必须尽快做好最后的防御准备，防止他再来找麻烦。回到山洞后，我将柴油桶搬进去，又检查了一遍入口的伪装，确保没有被发现。我看着堆得满满的物资，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重生后的第25天，一场大雪席卷了整个城市，深山里的积雪更是厚达半米。我正在山洞里整理物资，突然发现洞壁有微弱的渗水，我心里一紧，连忙走过去查看，渗水的位置在休息区上方。我翻出物资清单，发现没有防水沥青，我只能冒雪下山采购。为了节省时间，我选择了一条陡峭的小路，这条路人迹罕至，不容易遇到丧尸和临危的人，但也更加危险。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走了大约1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山下的小镇。小镇上一片萧条，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偶尔能看到几个行人，也都是行色匆匆，脸上带着恐慌。我找到一家五金店，幸好还开着门，老板是个老人，看到我要买防水沥青，叹了口气说：姑娘，现在这东西不好买了，好多人都在囤货，我这里就剩最后2桶了。谢谢老板，我都买了。我付了钱，扛起2桶防水沥青，转身往回走。返程途中，雪下得更大了，能见度不足10米。我刚走到半山腰，就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嘶哑的嘶吼声。我心里一沉，连忙放下沥青桶，躲到一棵大树后面，探出头查看。不远处，3只普通丧尸正围着一只体型比普通丧尸大1圈的丧尸。那只丧尸的皮肤呈现出淡蓝色，坚硬如冰，手指上的冰刃比普通丧尸更长更锋利，是初步进化的耐寒丧尸。我屏住呼吸，想悄悄绕过去，却不小心碰掉了树枝。4只丧尸瞬间转过头，朝着我的方向看来，他们嘶吼着向我扑来。我拿起放在地上的消防斧，转身就跑。进化丧尸很快就追上了我，一爪向我挥来，我侧身躲开，冰刃划过我的后背，羽绒服被划开一道大口子。我知道不能硬拼，目光扫过周围，看到不远处有一片空地，我心里一动，加快速度跑过去，从背包里拿出柴油桶，拧开盖子，将柴油倒在地上。进化丧尸和普通丧尸紧随其后，眼看就要扑到我面前，我迅速拿出打火机，点燃了地上的柴油，火焰瞬间燃起，形成一道火墙，阻挡了丧尸的去路。普通丧尸被火焰灼烧，发出痛苦的嘶吼声，不敢靠近。进化丧尸虽然不怕低温，但对火焰还是有忌惮，在火墙前徘徊，嘶吼着，却不敢贸然冲过来。我松了一口气，转身想拿起沥青桶逃。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我抬头一看，是林威的越野车。他摇下车窗，看到我不仅没有丝毫担忧，反而笑了起来，语气里满是嘲讽：苏念，你这是在干什么？跟丧尸玩捉迷藏吗？我就说你那破山洞不行，现在好了，连丧尸都找上门了，自找苦吃。
我看着他，眼底满是冰冷。他故意按响了喇叭，刺耳的喇叭声瞬间吸引了火墙后的丧尸，他们变得更加狂暴。进化丧尸甚至开始用身体撞击火墙，火焰被撞得晃动起来，眼看就要熄灭。林薇，我咬牙喊道，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林薇脸上的笑容更得意了。拜拜了，苏念，祝你好运，希望你能活过今晚。说完，他加速开车离开。越野车的尾气在雪地里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我没时间愤怒，火墙已经快要熄灭。进化丧尸的撞击越来越猛烈，我抓起地上的沥青桶，狠狠砸向靠近的普通丧尸。滚烫的沥青溅在丧尸身上，瞬间凝固，将丧尸的四肢粘在地上。我趁机转身，朝着山洞的方向狂奔。进化丧尸摆脱火墙的束缚，在我身后紧追不舍。我拼命地跑，积雪没过膝盖，每跑一步都异常艰难。就在快要到达山洞时，我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进化丧尸趁机扑了过来，我下意识地举起消防斧挡在身前。消防斧砍在进化丧尸的肩膀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竟然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我心里一惊，连忙翻滚到一旁，躲开进化丧尸的攻击。我迅速爬起来，冲进山洞，关上钢板门，用铁丝牢牢锁住。进化丧尸在门外嘶吼着，用身体撞击钢板门，钢板门发出咚咚的声响，却始终没有被撞开。我靠在钢板门上，喘着粗气，后背的伤口隐隐作痛。看着门外晃动的影子，我彻底断了对林薇的最后一丝念想。当晚，我忍着伤痛，用防水沥青修补了洞壁的渗水处，又在山洞入口处增设了火焰防御陷阱，将柴油桶埋在地下，连接着引线，只要丧尸靠近就能点燃火焰，阻挡他们的进攻。做完这一切，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躺在休息区的床上，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却不敢睡得太沉，时刻警惕着门外的动静。重生后的第28天，距离极寒降临仅剩2天，市区的气温已经降至零下80度，水电通讯开始出现断断续续的故障，气温里的病毒感染病例越来越多，恐慌开始在城市蔓延。我加快了最后的准备工作，调试通风过滤系统，检查取暖设备，清点物资，确保一切都万无一失。就在我调试通风过滤系统时，突然感觉到山洞剧烈晃动了一下，头顶的碎石纷纷落下，我心里一紧，意识到出事了，是雪崩。上一世，这座深山在极寒来临前也发生过小规模雪崩，只是当时我不在山洞，没有受到影响。这一世，雪崩竟然提前发生了。我连忙跑到洞口，透过钢板门上的缝隙往外看，只见山上的积雪汹涌而下，像白色的巨浪，瞬间淹没了山洞入口的部分伪装。积雪不断堆积，钢板门被压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随时都会被压垮。更让我绝望的是，雪崩竟然将2只冬眠的丧尸惊醒了，他们被积雪包裹着，动作稍缓，但依旧嘶吼着疯狂冲撞洞口的伪装。我不敢犹豫，拿起铁锹打开钢板门的一条缝隙，开始清理门口的积雪。积雪太厚，每铲一下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而且还要时刻警惕着身边的丧尸。一只丧尸冲破积雪向我扑来，我侧身躲开，一铁锹拍在他的头上，丧尸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又被积雪埋住。另一只丧尸趁机靠近，我拿起弩箭，瞄准他的眼睛，那是丧尸唯一的薄弱部位。扣动扳机，弩箭精准地射进丧尸的眼睛，黑红色的血液喷溅而出，丧尸倒在积雪中，彻底不动了。就在我以为暂时安全时，雪崩的余波再次袭来，大量的积雪从山上滚下来，将我掀倒在地。我的额头磕在钢板上，鲜血瞬间流了下来，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挣扎着爬起来，擦掉脸上的血迹，刚想继续清理积雪，就听到远处传来丧尸的嘶吼声。山下的4只丧尸被动静吸引，正朝着山洞的方向赶来。我心里一慌，加快了清理积雪的速度。额头的伤口越来越痛，视线也越来越模糊，体力在飞速消耗。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一旦被丧尸包围，我就必死无疑。我咬着牙，挥舞着铁锹，将门口的积雪一点点清理掉，同时启动了火焰防御陷阱。火焰燃起，暂时阻挡了赶来的丧尸，但也耗费了大量的柴油。4只丧尸在火墙外徘徊，嘶吼着，试图冲破火焰。我趁着这个机会，快速修复了洞口的伪装，用泥土和植被将钢板门彻底遮盖住，又在周围撒上了丧尸厌恶的消毒水，掩盖山洞里的气味。做完这一切，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山洞，关上钢板门，瘫倒在地，额头的伤口还在流血。我拿出医疗物资，给自己消毒、包扎。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额头上的绷带渗着血迹，后背的伤口因为剧烈运动再次裂开，疼得我直冒冷汗。但我心里却很平静，至少我活下来了，至少山洞还安全。而此时的林薇正躲在她的地下避难所里，和狐朋狗友举办末世派对。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堆满美食和美酒的照片，配文末世前的狂欢，有我在，大家都能安全度过。照片里的她穿着华丽的衣服，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对山外的雪崩和丧尸毫无察觉。她
他不知道，他所谓的安全堡垒很快就会变成他的葬身之地。接下来的一天，我都在休息和恢复体力，额头的伤口渐渐愈合，后背的伤口也不再那么疼了。我再次检查了山洞的防御和物资，将武器和医疗物资放在随手可及的位置，又在通风口安装了监控，方便观察外面的动静。做好这一切，我坐在取暖器旁，看着洞口外的雪景，等待着极寒的降临。我知道，从极寒降临的那一刻起，真正的末世才正式开始。重生后的第30天，也就是约定好的极寒降临之日，凌晨时分，我被一阵剧烈的寒意冻醒。山洞里的温度虽然还维持在15度左右，但能清晰地听到外面呼啸的寒风，像是鬼哭狼嚎一般。我走到通风口，透过监控看到外面的景象，大地被厚厚的冰层覆盖，树木被冻成了冰雕，远处的山峰也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壳，气温骤降至零下120度，水电通讯彻底中断，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死寂，只剩下寒风的呼啸声。我打开取暖器，将温度调高了一些，然后拿出压缩饼干和热水，慢慢吃了起来。这是末世来临后的第一顿饭，我吃得格外平静，仿佛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而临危的地下避难所此刻却陷入了一片混乱，避难所的恒温系统因为电力瘫痪迅速失效，内部温度骤降至零下30度。众人裹着厚厚的衣服蜷缩在角落，脸上满是恐慌。林薇站在中间，脸色阴沉，对着电话大喊：怎么回事？恒温系统怎么会坏？发电机呢？快启动发电机！很快，发电机被启动，避难所里的温度稍微回升了一些，但依旧寒冷。林薇松了一口气，对着众人说：大家别慌，发电机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等外面的气温回升，我们就安全了。话虽如此，但他脸上的担忧却无法掩饰。他心里清楚，发电机的燃油有限，根本支撑不了多久。极寒降临的第2天，病毒大规模扩散，新闻里早已没有了任何报道。但通过通风口的监控，我能看到市区里的混乱景象，大量的感染者在街头游荡，10分钟内就变异为丧尸。他们在冰面上灵活地穿梭，疯狂地攻击着幸存者。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多，开始大规模冲击建筑。临危的地下避难所因为位置显眼，之前有多人进出留下气味，很快就成为了丧尸聚集的目标。我坐在监控前，看着丧尸群不断冲击着避难所的智能防护门。防护门虽然坚固，但在丧尸群的疯狂撞击下，发出咚咚的声响，很快就出现了裂痕。避难所里的人彻底慌了，有人开始尖叫，有人试图逃跑，还有人互相推搡，场面一片混乱。林薇拿出一把手枪，对着众人喊道：都别慌，守住门，只要守住门，我们就能活下来。但他的话毫无用处，丧尸群的攻击越来越猛烈。终于，轰隆一声巨响，智能防护门被丧尸群合力撞坏，大量的丧尸涌入避难所。避难所里的人发出绝望的尖叫，开始四处逃窜。由于之前聚集了太多人，病毒交叉感染的速度极快，一半的人很快就变异为丧尸，朝着剩下的人扑去。一时间，避难所里充满了嘶吼声、惨叫声和打斗声。林薇凭借随身携带的手枪，侥幸杀死了几只靠近他的丧尸，但很快就被丧尸逼至避难所的角落。发电机的燃油耗尽，避难所里的温度再次骤降。林薇的手脚被冻得失去知觉，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绝望。他看着身边互相残杀的同伴和丧尸，终于意识到他所谓的完美避难所不过是一个笑话，而我的山洞却依旧安然无恙，入口隐蔽，伪装完好，且远离城市丧尸群，全程未被波及。期间有零星的丧尸路过，均被我通过通风口观察后，用弩箭悄无声息地射杀，避免产生噪音，吸引更多的丧尸。我在山洞里有条不紊的生活，定时检查设备和物资，每天都会拿出一部分时间锻炼身体，保持体力，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这天下午，我正在整理医疗物资，突然听到洞口传来微弱的敲击声，我心里一紧，拿起弩箭走到钢板门旁，通过缝隙往外看，外面的雪已经停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蜷缩在洞口，手脚被冻得发紫，失去了知觉，正是林薇。她的衣服破烂不堪，身上沾满了血迹和污渍，显然是从避难所逃出来的。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上一世的恨意还在，这一世她的所作所为也让我寒心，但看着她奄奄一息的模样，我还是犹豫了。她毕竟是我曾经最好的闺蜜，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很多事，如果不是末世，如果不是利益的诱惑，我们或许还能像以前一样。就在这时，林薇突然醒了过来，她抬起头，看到了缝隙里的我，眼中闪过一丝希望。她虚弱地敲了敲钢板门，声音嘶哑地说：念念，开门，救救我，我知道错了。我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打开了钢板门。我看着她，冷漠地说：进来吧，但我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样，否则我会立刻把你扔出去喂丧尸。林薇连忙点头，挣扎着爬进山洞。刚进山洞，她就因为体力不支瘫倒在地。我扔给她一件羽绒服，说：穿上吧，
这里的温度虽然不低，但你身上的伤要是冻坏了，就没人能救你了。林薇穿上羽绒服，看着山洞里充足的物资和完善的设备，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但很快就掩饰过去，换上了一副忏悔的表情。她痛哭流涕地说：念念，我知道错了，我不该骗你，不该独占奖金，不该见死不救。我以为我的避难所很安全，没想到最后还是要靠你救我。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帮你整理物资，绝不再耍花样。我看着他虚伪的表演，心里冷笑。上一世他也是这样，在我面前忏悔，然后趁我不注意夺走了我的物资，把我推下了高楼。这一世他还想故技重施，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我没有戳穿他，只是淡淡的说起来吧，先养好伤，至于原谅不原谅，以后再说。我知道留着他或许还有用，而且上一世的恩怨我要亲手了结，让他死得明明白白。林薇在山洞里住了下来，他一改往日的高傲，变得温顺懂事，主动帮我整理物资，打扫山洞，甚至还会给我递水做饭，表现得无微不至。但我心里清楚，他这只是伪装，他的目的是这处安全的山洞和我手里的物资。每天林薇都会有意无意地观察山洞的防御弱点、物资存放位置以及我的武器储备。他会假装好奇地问：念念，咱们的物资够吃多久啊？要不要我出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幸存者，跟他们换点物资？或者说，念念，这个通风口要不要我帮你清理一下？看起来有点脏了。我总是不动声色地避开他的问题，要么说物资只够2人用半年，试探他的反应，要么说通风口我自己来就行，你不懂怎么操作，万一弄坏了就麻烦了，不让他接触关键位置。同时，我暗中将核心医疗物资和武器转移到了山洞深处的隐蔽夹层，又在物资区和入口处安装了警报装置，只要有人触碰，就会发出警报。林薇果然上钩了，听到物资只够吃半年，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焦虑，随后又恢复了平静，心里大概在盘算着如何独占剩下的物资。他不再提出去找幸存者的事，反而更加频繁地打探夹层的位置，好几次都试图靠近山洞深处，都被我以里面危险有碎石掉落为由阻止了。期间，外部危机不断加剧，山洞外的丧尸数量越来越多，部分丧尸出现了新的进化迹象，不仅力量更强，耐寒性更好，还能破坏简易的防御工事。同时，极寒天气持续加剧，地面冰层厚达数米，外出探查变得异常危险。我只在必要时外出寻找燃油，每次外出都会锁好物资区，并且在入口处安装微型监控，记录林薇的一举一动。林薇则借口害怕，从不跟随我外出。每次我离开后，她都会立刻撕下伪装，在山洞里翻找物资。这天，我故意提前外出，留下林薇独自看守山洞。我躲在山洞附近的岩石后面，通过监控看到林薇先是四处张望了一番，确认我真的离开了，然后就直奔物资区，开始翻找起来。他很快就发现了我藏在夹层的抗生素，眼睛一亮，连忙拿起几盒，想偷偷藏进自己的包里。就在这时，洞口处传来了丧尸活动的声响，林薇心里一慌，眼神里闪过一丝歹念。他放下抗生素，拿起工具，悄悄走到入口处，试图撬动钢板门，故意留一道缝隙，想让丧尸进入山洞，消耗我的防御，自己则趁机掌控核心物资。但他没想到，我早已在钢板门上安装了警报装置，他刚撬动了一下，警报就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在山洞里回荡。洞外的3只进化丧尸听到警报声，瞬间变得狂暴起来，疯狂地撞击着钢板门。林薇吓得脸色惨白，连忙停止撬动，用杂物堵住缝隙，慌乱地跑到物资区，假装在整理物资。我看着监控里的一切，眼底满是冰冷。他果然还是忍不住了，竟然想引丧尸进来害我。我没有立刻回去，而是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直到丧尸渐渐离开，才回到山洞。刚走进山洞，林薇就慌忙迎了上来，脸上带着惊慌的表情。念念，你可回来了！刚才警报突然响了，我好害怕，不知道是不是有丧尸来了。我看着他，语气平淡地说：没什么，应该是风吹动了警报装置。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几只丧尸已经被我赶走了。我故意顿了顿，目光扫过他慌乱的眼神。对了，我离开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比如撬动钢板门的声音？林薇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连忙摇头。没有啊，我一直在这里整理物资，什么都没听到，可能是你听错了吧？是吗？我笑了笑，没有再追问。但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彻底紧张起来，裂痕也彻底显现。他的伪装已经被我识破，接下来就该等着他露出獠牙了。当晚，我就将抗生素转移到了更隐蔽的暗格，又在物资区布置了毒针陷阱。只要有人触碰暗格的开关，就会被毒针射中。虽然不会致命，但会让人全身麻痹，失去行动能力。做完这一切，我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等待着林威的反扑。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场生死较量在所难免。林威的反扑来得比我预想的更快。大概过了1周，这天晚上我故意睡得很早，并且没有锁上休息区的门，将藏在枕头下的短棍露出来一部分，引诱林威动手。深夜，山洞里一片寂静，只有取暖器发出微弱的声响。我闭着眼睛，假装熟睡，能清晰地听到林威轻手轻脚的脚步声。他慢慢靠近我的床边，呼吸越来越急促。我能感觉到他拿起了放在床头柜上的匕首，冰冷的刀刃靠近我的脖颈，带着刺骨的寒意。苏念，别怪我。林威的声音压低，带着一丝狠厉。要怪就怪你太自私，不肯把山洞和物资分给我，只有我才配活下来。就在匕首即将刺进我脖颈的瞬间，我猛地睁开眼睛，迅速起身，拿起枕头下的短棍，狠狠砸在林威的手腕上。咔嚓一声脆响，林威发出一声痛呼，匕首掉落在地上。你没睡？林威满脸震惊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慌乱。我要是睡熟了，现在死的人就是我了。我冷冷地看着他，一步步逼近。上一世你杀了我，这一世你又想故技重施，你真以为我会再相信你吗？林威脸色惨白，连连后退，却不小心撞到了身后的储物架，物资散落一地。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怨恨。我为什么不能杀你？我们明明是最好的闺蜜，凭什么你能找到这么好的山洞？凭什么你能囤积这么多物资？我不甘心。重生后，我明明拿到了更多的奖金，明明打造了最好的避难所，为什么最后却是这样的结局？因为你太自负，太贪婪。我停下脚步，语气冰冷。你只看到了极寒，忽略了病毒和丧尸。你只追求表面的安全，却不知道低调隐秘才是末世生存的关键。你不信任任何人，甚至不惜背叛最好的闺蜜。这样的你根本不配活下来。我不配？林威突然笑了起来，笑声嘶哑又疯狂。那你就配吗？你以为你躲在这里就能安全一辈子吗？丧尸会找到你，病毒会感染你，你迟早也会死。他说完，突然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消防斧，朝着我扑来。他的手腕虽然受伤，但依旧用尽了全身力气，眼神里满是疯狂。我侧身躲开，拿起放在一旁的弩箭，瞄准他的腿，扣动扳机，弩箭射中他的膝盖。林威惨叫一声，跪倒在地，消防斧掉落在地上。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他抬起头，眼神里满是不甘和怨恨。苏念，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那你就去做鬼吧。我拿起消防斧，想起上一世被他推下高楼的痛苦，想起这一世他的背叛和算计，没有丝毫犹豫，狠狠劈了下去。林威的惨叫声戛然而止，黑红色的血液溅在地上，瞬间冻成冰。我看着地上的尸体，心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上一世的恩怨，这一世的较量，终于彻底了结了。我拿起消毒水，仔细清洗了地上的血迹，然后用防水布将林威的尸体包裹起来，趁着深夜搬到了山洞外的丧尸聚集区。看着丧尸扑上来撕扯尸体，我转身回到山洞，关上钢板门，将所有的仇恨和过往都关在了门外。从这一刻起，山洞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背叛，没有算计，没有争吵，只有我和满洞的物资，以及对未来的坚定。我知道末世还未结束，危险还在身边，但我不再害怕。经历了2世的生死，我早已学会了依靠自己，学会了在绝境中求生。末世爆发2个月后，气温略有回升，但依旧在-80度左右。病毒传播速度变慢，丧尸的活动范围也缩小了一些，但进化丧尸的数量却越来越多，战斗力也越来越强。我依旧在山洞里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定时检查设备和物资，偶尔外出寻找燃油，日子过得有条不紊。末世爆发3个月后，气温终于有了明显回升，从-80度慢慢升至-20度左右。阳光透过洞口的植被缝隙照进山洞，带来一丝微弱的暖意，寒风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凛冽。我通过通风口的监控发现，外面的冰层开始融化，地面出现了斑驳的水渍，部分丧尸因为环境变化，行动变得迟缓，甚至有几只倒在路边，渐渐失去了活性。病毒在温暖环境下的传播力减弱，丧尸的生存能力也随之下降。这天清晨，我正在整理物资，突然听到通风口传来一阵微弱的电波声，我心里一动，连忙拿出上一世珍藏的收音机，调试频道。断断续续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来，是救援队的信号。这里是国家应急救援队，目前已在市中心建立安全区，配备医疗物资与供暖设备，幸存者可前往汇合。重复，幸存者可前往汇合。收音机里的声音重复了几遍，我握着收音机，心里泛起一丝波澜。安全区意味着稳定的物资供应，意味着不用再独自面对丧尸与未知的危险，意味着或许能回归正常的生活。上一世我直到死都没能等到救援队的信号，这一世机会就摆在眼前。可我想起了林威的背叛，想起了人性的贪婪。安全区里聚集着大量幸存者，谁也无法保证里面没有像林威一样的人，无法保证不会再次出现资源争夺、病毒交叉感染的情况。而这座山洞每一处防御，每一份物资都能让我牢牢掌控自己的命运，不用依赖任何人，也不用再担心背叛与算计。
想到这些，我果断关掉收音机。夜色渐浓，山洞外偶尔传来几声丧尸的嘶吼，但很快就被寂静吞噬。我靠在床上，闭上眼睛，呼吸平稳。经历了2世的生死轮回，我终于摆脱了被背叛的命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场冰封末世不是结束，而是我独自新生的开始。未来或许还有未知的危险，但我已无所畏惧，因为我有足够的底气在这片废土之上好好活下去。